从这边开始啊，左侧建了一批的高楼。那我想象呢，这批高楼啊，就是村民的新村。前面呢，就是一个高大的牌坊，写着出入平安。那另外一面呢，肯定就是李伦洞村这4个字。这个就是李伦洞村的牌坊。应该不止一个牌坊，姓马的、姓梁的、姓陈的，有好几家的宗祠。房屋已签约，临时安置房，但是意味着这房子都要拆迁啊。嗨，大家好！别看现在啊，阳光普照的，说不定没到1个小时就要下雨了。天气预报呢是预报着10点钟下雨啊，现在已经是已经10点了。也不管那么多了，所以呢到外面去骑行一下。这几天呢，应该说未来的1-2个礼拜天天都下雨的天气预报，只是有时候白天下，有时候晚上下的，雨水很多，而且伴随着打雷，出行是不是很方便啊？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学院路上了。今天是休息天啊，礼拜天，但是也是全国高考的第1天。那我们祈福新村这个学校应该不是考场啊。今年据说有1200多万的考生要参加1年一度的全国高考。7、8、9这3天是考主科，但还有1天呢，好像是某一些考生会追加一些考试吧。现在我已经骑行在市广路上了，你看啊，边上的那个金湖1号这些楼，蹭蹭蹭的在往上涨，所以没过个1-2年，这边就是一个新的社区了啊。刚刚我经过的街角的地方呢，都在进行施工，可能是广东省实验中学啊，就是广东省排名靠前的一所名校的分校呢，也要进驻这里了。所以中国人对于教育的执念啊，完全是跟他们想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整个家族呢，都要有这个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地位等等啊，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中国人对于教育的这种执着，不是现在，而是与生俱来，是有史以来都是这样子的啊。今天呢，我就准备顺着现在骑行的这条市广路的匝道啊，往前，然后呢连接到兴业大道。然后从兴业大道呢，有一座跨星光快速路的大桥，直接骑过大桥，在那个地方的左侧就新建了农民的新村，就是李伦洞村啊，搬迁以后啊，成了一个新村。那我今天的目标呢，就是骑到那里啊，就是去看看那些回迁的村民啊，他们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很早以前呢，我到李伦洞村里也去骑行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村庄，它就沿着番禺大道，这里面分成一个一个的小村，那也有很多村里的商业，但现在呢都已经拆掉或者正在拆迁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些被拆迁的村民呢，就被安置到为他们建的村民的公寓。
就大家等一会儿随着我的镜头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我在星光快速路上骑行的开车的时候，也看见边上竖了很多新的里仁洞村的牌坊。那这个村里我相信应该也会为他们以前的一些古祠堂重新修复如初但是呢肯定都是新建的，这个是广东农村的一种传统，也是村民们的对先人的一种念想所以任何一个旧村改造呢都少不了这些祠堂的重建那么这些新建的祠堂和前面的广场呢，就变成了当地村民活动的场所，也是维系他们乡情的重要的纽带。直到这边呢，我就感觉前方天都已经暗了当然这个雨呢肯定是要下来的。今天我就抱着淋场雨也要骑到目的地这样的心态反正夏天嘛，淋场雨就跟洗个澡差不多。好，我们也不要想那么多，就向那个方向骑过去吧。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兴业大道上了这条大道呢还没有完全贯通，因为它从这边一直通向南村，我的身后呢是直接去到南站的。刚刚就提到教育通过高考，通过这种考试，将来呢能够转换身份，并且让自己要不踏上仕途，要不呢就将来在一个行业里面取得领先的位置等等吧。那这些呢都是城里人他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更需要家人的托举，也需要家族的关系社会的网络，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那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那这个呢基本上已经成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唯一的途径了。那这个就是中国的从古到今的一条通过学业，通过考试，然后读书做官，或者呢现在就不一定做官了，总是让自己有地位，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几百上千年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而另一方面，以前拥有土地的人，比方说你读书做了官，退休回到乡下，那他就会用一生挣到的钱去买更多的土地然后就变成当地的一个地主或者乡绅。总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就有了更好条件，甚至有了剥削别人的可能。比方说你把这个土地出租给没有土地的农民，你就可以赚取租金这跟城里的资本家或者是有钱的业主们是一样的。但是一场革命，土地通通收归国有。那么现在农民呢，或者说农村里面就没有地主了，只能说有一些通过自己勤劳致富的人，他可以租用别人的土地，自己建个大宅什么的。但是绝对来讲呢，现在农民都是不拥有土地的，唯有的呢就是自己的宅基地，就是你可以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建自己的自宅的这样一种权益。当然你还有耕种的土地像广州这种近郊，我相信很多城市都一样，这些可以耕种土地呢就越来越少，甚至很多就失去了耕种的土地。然后农民们呢就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翘首以盼，
政府什么时候能够拆迁，然后补上一些钱，那更多的可能补一些房子给他们，然后摇身一变的变成城里人了。就像我现在已经看得到的，我的左前方很多高楼拔地而起，这些呢全部都是农民新村。这些房子呢，对于城里的贫困的人群来讲大家真的非常的羡慕，就可以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不用花钱，甚至还可以得到一笔经济上的补偿。但是对于农民而言呢，他们也就由此彻底告别了土地洗脚上田，成为城镇居民。那未来他们跟土地就没有关系了，那就跟城里人一样你要通过读书找到好的工作，这个一代一代的努力，你才有可能在城里呢出人头地，大概就这么一种逻辑吧。这个桥呢已经开通了一段时间了，走的车还并没有那么多。我的右侧下方呢就是金山湖，当然还有一条快速路叫星光快速路。我现在打算骑下桥，看看怎么转到左侧的这个新的村里，有农民的新村里面。我已经看到了左侧有一个高耸的牌坊，李伦洞村。我相信不止一个这样的牌坊等一会儿我们走到近处去看一看。我又看到左侧有第二个李伦洞的牌坊，所以那个灰白式的牌坊看着都新建的。好，现在呢骑下桥去了。好，现在呢已经骑下桥来了，我看要到前面哪里去掉个头。这里只剩了一条过街天桥了，那我还是想在前面直接掉头吧。前方呢就是番禺大道了，过了番禺大道，对面就是南村了。好，我现在兴业大道上掉了头，这里原来是李伦洞的村头，就在我的右侧。那现在呢，全部都是拆迁过程当中的一片景象。我们到前面去看他们的村民新居之前呢，不如先拐到这个村里去看看他们正在拆迁中的村中的街道。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以前我们也来过非常热闹的村中的街道，当然都是一些小商业和村民生活所需的商店等等。现在呢只剩了一些坚持到最后的商店了，想必很快就会全部拆掉。中国人用一个词来形容历史的变迁，就叫沧海桑田。就是像这些自然形成的这种地貌的变化，其实你来形容这些村落经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貌似停止的状态，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呢，一切都在加速，就是农民们的这种比较迟缓的传统的思维
是跟不上当今日新月异的这种变化的，所以有很多人呢非常的茫然，说这个村又从村里多出来了，现在继续回到新月大道上。其实这个里仁洞村呢，很早他就把面向番禺大道，还有就是现在这条新月大道边上一些土地呢，用于开发了，所以这些村民们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些这些土地开发带来的红利。现在呢，可能就他们要以失去他们的家园为代价，搬到新居。应该前面是一个学校，正好是学生上学的时候。这礼拜天还要补课吗？这里围壁的都已经拆了，呈现出来的是一片新的街道的模样。看来这边是新建的一条马路，我们去到里面去看看吧。这边应该是一个学校，2年级家长等候区，广州市番禺区潘广富万博学校，是这么一个学校，应该都是小学生吧。对面还有一个广州市番禺锦绣湘江学校在对面好吧，到那边去转一圈吧。这些马路都是从来没进来过，或者以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马路，随着边上的这些新的住宅区建设而成了，这里就开出了很多马路来了。我的右侧呢，依然是这个学校。好，我现在呢掉了头看看怎么才能够去到那个新建的农民新村去转一转。右侧这房子呢，好像以前就已经建成的了这个就是锦绣湘江学校在我的右侧。从这边开始左侧建了一批的高楼。那我想象呢，这批高楼就是村民的新村。里仁洞村仁悦花园物业服务中心就在我的左侧。我们只管到前面去转转，这些应该都是村民的回迁房屋。前面呢，就是一个高大的牌坊写着出入平安。另外一面呢，肯定就是里仁洞村的4个字。有些房现在还蛮好旧的。这些人应该都是村民们的居所了。
现在呢，我骑出里伦洞村这个新的牌坊，我们掉头来看一看。这个就是里伦洞村的牌坊，应该不止一个牌坊，我们再去转转，找找别的。好，我们还是再骑回村里去。我看我的右侧呢，这边基本上已经搬进去了。左侧那边呢，好像很多房间还在装修，不知道是可能就已经装修完成，在提升呢，还是这是毛坯的，这个我不确定。对于这些村民来讲啊，是他们好几代人一夜梦想成真啊！当然，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咱就不知道了。总之呢，就是搬到了新的居所，在城市之上啊，可以俯瞰曾经他们在弯腰劳作的田地啊，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好像已经看到了里面有一些祠堂一样的旧的建筑，但是在里面的，看能不能去走一走呢？欢迎业主回家，各种装修公司在这边做广告。所以这个屋村里面的房子，要不就是没有装修，要不就是简装。哦，这个地方就正对着另外一个大的牌坊。好，现在我面对的呢，就是统一起的一些宗祠，皇室宗祠、成功祠。把它起得跟个联排别墅似的。这第三个是谁呀？梁氏宗祠。最后一个是马氏宗祠啊，姓马的、姓梁的、姓陈的，有好几家的宗祠。我们这边稍稍的来看一看。这个呢，就是给他们留下一些念想吧。但这个宗祠呢，都是统一规格、重新建造的。但是它里面还蛮深的了，总感觉这些祠堂吧，它规模都被压缩了，而且图一个容易，就把它建成联排别墅似的，就弄得这4栋这种应该也有个2进左右的祠堂的进深吧。整体看来呢，就是有点敷衍了事。但是这边的农民好像他也没有特别的讲究吧，就有了这些新的祠堂呢，是有一些念想。更重要的呢，就是这些村民们有了活动的场所。你看这个城市公祠，有好多人弄得不好，就准备这边开餐了。经济发展到今天，就是已经有一些颓势了。接下去大量的拆迁呢，真的政府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最后还能够轮到了拆迁，我觉得也是一种幸运吧。现在走出池塘区，对面是一个幼儿园啊。好，我们准备从这个大牌坊再骑出去，看看能去到哪里。看到这边有一条高架桥的匝道桥啊，好像有人电单车可以过来，那我看看能不能从这边去找一条路回去呢。我都不知道这是哪了。原来是来到了这里。我刚刚是在马路对面的，现在呢来到了这里。看这边应该有个村啊，我们可以骑进去。歌港坊，从这里进去才是对的路。这条村呢还没有拆迁啊，我相信也熬不了多久，最终还是会被拆掉的。房屋已签约，临时安置房，这是意味着这房子都要拆迁啊，很快就要拆了，都已经签了合同了。这边是一个歌港公园，我这应该怎么样？这个地方我以前曾经进来过的。这个村里面看，还有一些餐馆之类的。这房子顷刻之间都要被拆除了。李仁洞村新村大路。这个村因为大部分都贴着要拆掉的牌子，所以看上去有点冷清了。骑行在村里看到这些不堪的面貌，就作为一个城市居民来讲，还是希望它尽快拆掉啊。这边呢迎来了新的发展，然后起码它的卫生状态、环境等等都会变好。但是村民呢，可能还是有他们的不舍啊，也可能他们会有一段时间的失落。因为这毕竟是他们已经居住了很多年了，相信是好多代人的家园。好，我准备从这边骑出去，外面这块呢就金山大道了。好，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金山大道上，我贴着这条行车道稍微往前骑着。现在呢，在星光快速路的桥底下，我们快快的通过一下。右侧里面的就是金山湖啊，本来是一个休闲公园。应该现在还是，
但是现在已经不让骑自行车了，所以我们好久没来了。现在经过一个加油站，我们继续沿着金山大道往前骑走。从这里呢，已经看得到我们祈福新村的楼群了。我的右侧里面呢是广东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好，现在呢我骑过市广路，就已经快到祈福新村门口了。再骑过中运路，就这个路口你要等4个红绿灯。所以这个红绿灯啊，真的设计的是有问题的。我看到那么多人为什么会抢红绿灯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他们要赶上下一个绿灯，所以他就必须要抢1到2个红灯才可以过来。等了4个红绿灯，花了好几分钟时间啊，在太阳的暴晒底下。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按照交通规矩，就等它变成绿灯再过来。好了，现在呢已经骑到了祈福村内了。前面这条呢是祈福的主干道福华路，我们从这边呢就骑车回家。今天幸好没有下雨，但是呢也经受了1个多小时的暴晒，直到现在为止呢，应该骑了1个小时10分左右，回到家大概还有5、6分钟。在1个多小时的骑行当中呢，完全是处于暴晒的状态。那也是夏天骑行需要面对的，所以我们只能压缩时间，不要走太远。1个多小时打来回，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看到大会所那边水上乐园开业了，那边有小孩子玩水的天地，还是非常不错的。相信最近观看我骑行视频的朋友我有时候为我捏把汗啊，可能自己在这样的一个酷热天气里面，要不要外出，要不要出去跑步、散步、骑行啊，都是非常的纠结啊。我觉得真的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完全根据自己的经验啊，尽可能的做减法。比方说你可以骑2个小时的，那你就骑个1个来小时就拉倒啊，然后带足瓶装水，就给自己增加一些能量的补充，就带些干粮什么的啊。然后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遇到有阴凉的地方，可以休息的地方呢，就不妨坐一坐，休息一下。千万不要逞能，更不要去挑战这些酷暑的天气，还有就是自己的运动的极限。我觉得这是真的不可取的。好了，我呢已经回到了祈福缤纷汇商业街的边上了。这边到家呢就近在咫尺，所以也不着急啊，就缓缓的骑回去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了，拜拜。哦，对了，祝愿全中国的高考的考生啊，都能龙马精神，考出最佳成绩，能够在独木桥上呢奋力争先，最终能够为自己美好人生打下基础，越过一个关键的节点。祝大家马到成功，拜拜。